最近俄乌战场上俄军推进的消息不断，反观乌军方面呢，却显得有些安静。大兵整理了一下最近有关乌军的消息，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可能：乌军似乎正在酝酿对克里米亚的进攻。那么乌军最终会成功吗？现在的乌克兰又为进攻克里米亚做了哪些准备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乌克兰将克里米亚作为目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2022年12月，乌克兰诸多官员就放话称，最迟也就在2月底将完全收复克里米亚。当然，现在看来，乌克兰的这项计划已经接近流产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打消了大规模进攻克里米亚的意图。根据塔斯社报道，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2月16号明确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打击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纽兰认为，如果克里米亚不去军事化，乌克兰将永不安全。同时他还表示，这是确保持久遏制俄罗斯的一种办法。而之所以纽兰会如此表态，是因为如今俄罗斯已经在克里米亚修建大量军事设施，试图作为俄军南线战场上的后方基地。在这个俄乌战场上，我们可以将整体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主要是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而南线主要是以克里米亚半岛为依托，对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等地发起攻击。既然俄罗斯已经将克里米亚完全军事化，成为支撑起俄对乌战争的后方军事基地，那么从战争角度而言，乌军自然是可以对克里米亚动手。毕竟如今的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如果能够对克里米亚这一俄军后勤基地展开攻击，彻底摧毁这些眼中钉肉中刺，对于乌克兰在南线的攻势也必将带来极大的好处。而在纽兰做出此番表态之前呢，在2月初，美国曾向乌克兰宣布了新一轮价值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就包括射程超过了150公里的精确制导导弹，也就是前面几期咱们提到过的 GLSDB。它的到来将使乌军使用现如今的海马斯火箭炮的打击范围扩大1倍。这高达150公里的射程，使乌军对俄在乌东地区的所有补给线和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变得触手可及。对此呢，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说，如果乌军使用西方国家提供武器攻击克里米亚，那么双方之间再无任何和谈的可能，并且俄罗斯还会对基辅进行报复。不过事情的发展也正如我们所料，乌克兰呢并没有将梅德韦杰夫的话放在心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也在此前表示，乌军打算在短时间内以常规攻势夺回克里米亚。目前，乌克兰已经开始组建由军队、警察和边防部队构成的8个突击旅，为夺回克里米亚做好准备。乌克兰预备役上校和军事专家内泽尔斯基表示，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的先决条件是摧毁克里米亚大桥和黑海舰队，为此呼吁各国提供射程300公里或者更远的导弹系统。而在这8个突击旅中，还包括重新组建的亚速营突击旅，主要成员包括曾经在马里乌波尔浴血战斗过的回归战俘，以及退役的北约志愿兵组成。他们现在呢是乌军第3突击旅，隶属于陆军，包括了3个北约标准的配备精良的机械化营和无人机侦察小组，其战斗力要比之前的部队更强。如今这支部队已经出现在巴赫穆特战场上，夺回克里米亚无疑是他们的下一步目标。当然，想要打下克里米亚，光有士兵还是不够的，乌克兰还需要详细的情报以及针对性的武器。根据艾维尔网站2月16号报道披露，乌克兰无人机从当天早上开始对克里米亚进行大规模攻击。在此前一天，美国的 RQ-4 全球鹰战略无人机和英国的 RC-135W 军用侦察机曾在克里米亚海岸进行侦察。显然，北约已经提前开始为乌进攻克里米亚做了情报准备。而在武器方面呢，乌克兰也需要做好准备。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访英时呢，英国承诺向乌提供远程武器。英国《泰晤士报》称，乌克兰准备使用英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克里米亚。目前两国正在讨论导弹交付问题，而讨论的对象是射程为240公里的鱼叉反舰导弹和射程563公里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其实，在去年，英国就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射程100公里的鱼叉了。如果射程240公里的反舰导弹到位，俄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基地将被封锁，俄黑海舰队只能一退再退，否则就无法出港。此时的克里米亚就成了一个大号的蛇岛，而那射程高达563公里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更是全面覆盖克里米亚，直接炸断克赤大桥也并非不可能。
除此之外呢，英国首相苏纳克近期也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还公开表示，英国将支持任何愿意援助乌克兰战斗机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苏纳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英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件事上是领先的。我们第一个提供了主战坦克，第一个宣布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北约标准战机。除此以外呢，英国还将提供远程导弹，相信这也是第一的。这些都是帮助乌克兰取胜的关键。而除了空中的武器援助之外，北约给乌克兰准备了一些水下小惊喜。根据环球网报道，去年11月，比利时向乌克兰援助了10套R7水下无人潜航器。在今年2月12号，已经有一批乌军抵达比利时接受操作培训。这个R7水下无人潜航器是由比利时的 ECA 集团研发的一款军民两用级水下机器人。比利时海军也装备了这款水下潜航器。官网的介绍显示，R7水下潜航器结构紧凑，易于操作，专门为深达100米的海底环境设计，可以协助科研人员观测、搜索水下物体。潜航器的5种多功能机械臂可以回收或处理重达2公斤的物体。而在军用方面，该潜航器主要用于在恶劣环境中排除水雷、保卫港口安全、监视水下活动等等。美国海军情报网站也为这批武器的使用预设了一个场景，在北约武器的帮助下，乌克兰将对黑海舰队基地展开全面攻击，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则主要来自水下，这可能是潜艇、水雷或者某种自杀式无人艇。至于新罗西斯克的港口已经满员，俄罗斯不得不将舰队转移到更远的港口，就像1942年那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R7 无人潜航器的研制方 ECA Robotics Belgium 公司，其本身就是一个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的研制大牛。该公司官网表示，针对水下水雷战 ，ECA 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能够处理最苛刻的水雷战任务，可以检测、分类、定位、识别和消除水下威胁。该公司的反水雷无人系统能够使用水面和水下机器人执行任何反水雷任务。同时，该公司还介绍了多款性能更加强大的水下作战先进型号，并且将这些型号组成的水下作战整体解决方案的作战体系进行了图片化说明。如果比利时目前提供的型号只是一个投石问路，随着乌方需求升级与战况发展，比利时在内的西方国家可以随时为乌克兰提供更高级的水下无人作战兵器。不过，也有俄方专家认为，北约国家目前正在加速对乌克兰军人进行培训，而无人潜航器操作员的培训大约需要3个月。这段时间呢，对于俄罗斯而言，完全可以找出应对之策。但事实上，真正的麻烦并不在于袭击克里米亚的水下潜航器，而是比利时开启了一个援助乌克兰水下无人装备的开端。此前，西方对乌援助中呢，从未包含水下装备。比利时的 R7尚属首次，一旦在实战中证明 R7能够对俄军舰队构成威胁，那么北约恐怕将会开启新一轮的水下装备的军援热潮。值得注意的是，比利时的 R7潜航器属于军民两用装备，届时西方甚至可以援助某些低成本的民用装备来满足乌克兰的作战需求。此前，乌克兰已经证明它能够用民用零件组成自杀式无人艇，民用装备改军用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难度。除了比利时之外呢，英国正在与乌克兰进行协商，打算在乌本土为其生产无人艇、潜航器等军用装备。这些装备可以被用于在黑海港口和第聂伯河上布设水雷。而早在去年8月和9月，在第聂伯河河口水域就有人拍到约15名英国教官在训练乌军人员操作旨在摧毁船只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也拥有这样的水下潜航器，未来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这一系列的装备也让乌军是有了进攻克里米亚的底气。当然，想要在战场上收复克里米亚，这是一个持久任务。毕竟乌克兰还要顾及正面战场，如果将太多兵力投入克里米亚，将会打破乌军现有的防守态势。而对俄罗斯而言呢，如果乌克兰大规模进攻克里米亚，势必会选择对等回击，甚至很可能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重点城市的轰炸力度，比如基辅等地区。鉴于当前紧张的局势，俄罗斯开始在克里米亚修筑掩体工事。社交平台公布的照片显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黑海沿岸挖掘战壕来防备乌军登陆作战。同时呢，英国军情六处此前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个消息，称俄罗斯准备炸毁第聂伯河上所有桥梁和乌西的交通设施，来冻结西方援助的物流路径。不
不过对于乌克兰而言，其实在去年曾有过一次收复克里米亚的希望，那就是俄军还赖在第聂伯河北岸的那段时间。在撤离赫尔松之前呢，当地俄军的局势可以说是每况愈下。由于乌军用海马斯破坏了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和浮桥，使得俄军的补给效率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因古列兹河下游又将北岸的俄军分割成了东西2个部分。22年下半年，乌军数次局部突破，俄军在北岸东部的防线后，俄军防御纵深被不断压缩，仅剩60到40公里。一旦乌军再次突破成功，俄军的防御纵深被压缩到30公里以内时，乌军就可以利用炮兵的技术优势封锁第聂伯河岸。此时，俄军对整个北岸的补给都会暴露在乌军的炮火打击之下，而俄军的炮兵由于技术劣势，在北岸也很难维持发射阵地，则需要撤到南岸，又会让俄军前线的形势雪上加霜。一旦乌军实现了对第聂伯河的炮火封锁，北岸的俄军就会因为补给耗尽而无法维持防线，也无法的有序撤退，最终俄军一整个战役集团就会成为砧板上的肉。届时克里米亚门户大开，十分适合进攻。但是呢，在俄军从赫尔松撤退后，乌军收复克里米亚的难度就开始逐渐增加了。直接强渡第聂伯河对乌军来说风险巨大，并且会承受巨大损失。除非乌军在东部战线取得重大胜利，并且收复梅里托波尔，使乌军可以从东侧绕过第聂伯河，并逼近克里米亚。但这意味着乌军需要先摧毁俄军主力，这对于当前堪比绞肉机一般的战场而言，乌克兰需要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大兵认为，想要收复克里米亚，也可以尝试从政治方面解决。乌军可以在击败俄军后，将归还克里米亚设为恢复和平的必要条件，到时候的俄军自然无力再来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现如今的乌军会去进攻克里米亚吗？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